香港經濟搞咩㗎？香港樓市做乜嘢㗎？近5年啊，原來咧已經有4年都錄得財政赤字。但係啦，睇翻在之前啊，就算03年沙士打後，明明啊連續15年錄得財政盈餘嘅噃，點解咧反差咁大咧？香港稅率低啊，馳名中外㗎啦，偏偏呢個優點又變成缺點嘅，重創財富收入。不過啦，真正元兇咧都唔係低稅率啦，仲有乜嘢都有份啊，令到庫房穿咗個大咕窿咧？政府一路連續咁財赤嘅話，股市樓市啊係咪玩完呢？有幾多人年年對財政預算案水過鴨背咁理解，知道財爺派嘅糖自己有份食就算數啦。其實背後啦可能隱藏住咧危機㗎。住喺香港，但係啦，連政府庫房係咪火燭緊，其實我哋都唔知道㗎，當然大件事啦。所以啦，今集咧我哋會幫大家梳理3個問題㗎。第一，解答香港係咪結構性財赤先，同普通財赤有咩分別呢？第二啦，對股市樓市有咩影響呢？我哋又可以點做啊？第三，有冇其他國家嘅 case 咧可以參考下？頭先講嘅問題啊，究竟係虛驚一場定係真係火燭呢？我會喺數據同埋分析角度同大家分享㗎。大家要打就唔好打我，我都係路過啫。睇完今集，大家再對香港嘅將來咧再下定論啦。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 ，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，等更多人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啦。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，結果輸到欠債80萬。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，出入市先係王道。講求買乜嘢、幾錢買、幾時買，以時間累積財富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。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。赤字大家都知道係指入不敷支啦，不過啦，我哋今日咧唔係講赤字咁簡單，而係結構性財政赤字啊！嗱，加咗結構性3個字咧喺前面又有咩分別呢？教科書式嘅解釋係指一個國家嘅經濟即使開盡晒 turbo， 充分就業嘅噃，谷盡咗 GDP， 政府嘅支出依然係長期超過佢收入，而且已經撇除咗因為短期嘅經濟周期波動而造成嘅暫時性赤字。嗱，其實咧可以咁樣去理解啦。譬如當我哋話一條橋嘅結構好強嘅時候，就代表佢好堅固啦，難打破。相反啦，話一條橋嘅結構弱嘅話，就代表好易被摧毀啦。咁結構性財赤咧，就係話赤字呢單嘢係經常性長期地發生㗎，荷包長期穿窿，而且呢個現象咧唔係咁容易摧毀㗎。咁當政府長期入不敷支，唔夠錢使，就要咧碌卡借住先啦，透過發行債券去彌補結構性嘅赤字㗎嘛，從而啦去維持政府日常運作。但係如果長期都係咁嘅話，咁債務嘅負擔就會不斷增加，導致信用評級可能被調低㗎啦。最後咧就會影響整體嘅經濟發展，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啦。而家我哋驚嘅就係香港嘅庫房呢條橋啦，未來不斷帶我哋通去赤字㗎。不過要驚咧都未輪到香港，咪以為咧赤字係弱國嘅專利啊！其實啊，美國、日本、英國一早榜上有名啊。The federal deficit was $984 billion in fiscal year 2019. The debt to GDP ratio is on an unsustainable path. There's no door number 3. 美國赤字絕對唔係新鮮事啊！睇翻數字，美國過去20年庫房持續出現赤字嘅噃。就算啊撇除咗金融海嘯、新冠疫情呢啲經濟最差嘅時段，好景嘅日子一樣嘅荷包穿窿㗎。對上一次經濟盈餘已經要數到2001年啊，陰公，幾乎咧係上個世紀嘅事嚟㗎。其他發達國家都有荷包穿窿嘅情況噃。根據經合組織嘅調查，07年啦、19年啦、20年成員國嘅數據，美國嘅2020年結構性赤字最大㗎，潛在 GDP 係負12%。日本、法國、英國咧喺呢3年啊都出現結構性赤字㗎。嗱，問題就嚟啦。點解呢啲國家荷包長期穿窿，但係經濟依然相安無事呢？仲未爆煲嘅呢？其實啦，國家同人一樣噶，唔係話你問人借錢就代表你唔掂嘅。咁我成日都講，有錢人咧就更加需要識得用借錢槓桿錢揾錢添。去到國家層面仲勁噶，背後涉及咧複雜嘅操作，赤字咧就可以挽救經濟。嗱，例如啦，美國啦，雖然啦長期赤字，不過啦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。經濟學業泛掂咁滯㗎，
包括金融、科技、製造業、能源等等領域，咁令到美國有能力分散風險，減輕財政赤字可以帶嚟嘅衝擊。更加屈機就係美國可以發行自己嘅貨幣㗎噃，意思就係佢可以自由咁控制貨幣供應，令到美國可以透過增加貨幣供應嚟吸收債務，聯儲又可以透過呢段聽唔明都唔緊要，總之球員又係你嘅人，球證又係你嘅人，波就係自己生產嘅，連個足球場都係你起嘅，就係一個咁屈機嘅狀態，點同我打？所以啦，即使美國長期赤字都一定要保住一哥地位。日本都有類似嘅情況㗎，咁當然啦，唔計可以指印銀紙呢一 part 啦，因為日本央行採取寬鬆嘅貨幣政策，維持極低嘅利率，大規模係咁買國債翻嚟，可以控制債務成本，所以啦，就算長期赤字，一樣都受外資歡迎㗎。嗱，全球第3大經濟體，外資信心指數亞洲第1，都幾威㗎。其實一個國家有赤字，可以係一種好處嚟㗎。不過呢個 topic大到要開另一集去講，今日就暫時唔討論住。而家將目光放翻嚟香港先，好冇？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係究竟香港有冇結構性財赤？睇翻過去官方數字，香港其實一直以嚟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收支平衡㗎。只不過自2019年開始出現入不敷支嘅情況，19年至今呢5年入邊其實已有4年出現財政赤字㗎啦。嗱，咁又唔怪得港府嘅。19至22年疫情席捲全世界，全球經濟急劇轉差，香港 GDP 就去到負增長啦。為咗打大佬，任何可以救經濟嘅招都灑晒出嚟㗎啦，派消費券買疫苗，起防疫設施，呢啲救助措施都令到政府開支大增添。上年嘅預算係入不敷支，今年預算一樣入不敷支。解答翻頭先問題先，究竟香港有冇結構性嘅財赤？答案係財赤係肯定嘅事實，係咪結構性呢？其實喺經濟學嚟講就未知㗎。之前提過啦，結構性嘅財赤係要經常地、長期地發生赤字先算係㗎。如果睇埋啦，港股對未來嘅預測，由2024至25年開始，香港嘅庫房情況會慢慢改善㗎。所以我只能估計啦，香港嘅財赤係短暫性，未去到結構性咁誇張㗎。當然啦，港府預計，我自己認為都唔係100%㗎。想知道港府荷包會唔會長期穿窿？始終要視乎翻以下幾個因素。第一，賣地收入賣地收入向來係港府5大收入支柱之一啦。以往平均都可以能夠為到庫房帶來超過1000億嘅進帳㗎。但係樓市都冇運行啦。你會知道啦，2022至23年度表現真係跌晒眼鏡啊，只得700億咋，仲要係原來嘅預算5成半添，超級唔合格。一下子變咗5大收入邊收入最少一項。如果未來5年、10年樓市都冇氣息庫房收入都一定受挫。而香港地價收入受到好多因素影響㗎。首先係利息啦，高息環境即係按揭成本高咗，啲人就自然選擇租住先啦，唔敢入市買樓，影響物業成交量㗎。跟住有政府政策規劃都會影響到地價㗎嘛。如果政府限制土地供應，決定唔賣地嘅話我哋吹佢唔漲。不過我寫包單呢啲嘅政策向來都係影響短期香港樓價發展。調翻轉講，12、13、14年不斷出辣椒，如果本身又經濟根底好嘅話個樓市最尾不斷上升啦。而家要撤辣嘅話，即係樓市真係唔掂啊嘛。第二，亦都同樣重要就係人口結構啦。已經有好多詳細研究證明咗一個地區嘅人口結構、年齡分佈係極度影響當地經濟發展㗎。講返鄉下日本啦，大家已經見到個關係喺度㗎啦。香港而家人口金字塔已經變晒㗎，開始走向一個倒三角形態，學名叫做縮減型，聽個名都知巴閉又驚啦。顯示啦，一個地方人口長期係死亡率超過出生率啊。人口負增長、老年化，咁即係新嘅勞動力唔夠，又有移民潮，而年老嘅又造成福利負擔，收入減少，支出增加咗，呢條數大家都識計啦。
而當然啦，可以透過啲移民政策去修補個不足嘅。呢個喺舊年疫情仲喺度嘅時候咧，我都同大家講過，一定會出招引人入嚟㗎啦，因為佢唔會逼我哋係咁生仔㗎。但係我同意嘅重點就唔係淨係人，要人才㗎，唔係話多人就屈機嘅，都要啲人入到嚟有冇即時嘅貢獻嘅。但係點樣 define 人才咧，咁就兩睇啦。如果長遠咧都扭轉唔到呢個局面，經濟、股市、樓市都食屎㗎啦，因為佢哋都環環相扣嘅，走下坡都絕對唔係奇怪事。所以頭先講到有啲國家赤字，股市繼續上升；有啲國家赤字，但未去到結構性赤字嘅話，個股市、樓市都一蹶不振㗎。而無論點都好啦，每個國家喺近呢10年、20年啊，一應對經濟衰退啊，或者有任何嘅問題嘅話，一定會印銀紙㗎。而配合咧而家無理嘅政策，貧嘅會更貧，富咧會更加富。我哋控制唔到政府做乜嘢，我哋可以選擇自己做唔做受害者㗎。呢個危機又可以話機會係不斷有㗎，只不過嚟到近10年咧就越嚟越誇張。QE 得越嚟越嚴重，其實由開頻道到而家，我都同大家講，投資係唔需要犧牲時間㗎。做到財富增值咧，可能要需要嘅時間同埋交學費嘅金額，都遠遠唔係你想象中咁困難嘅。我準備咗個10年財務自由1小時嘅 training 俾大家，呢個免費工作坊咧，大家嘅 QR code可以報名，投資呢1小時去了解下，認真修改你財富增值方法。講返香港已經亮起結構性財赤呢盞黃燈先啦。如果真係發生紅燈嘅話，日常生活、股市、樓市會有咩影響呢？以下咧舉幾個其他地方例子，唔係為咗嚇大家，只係為咗俾大家有個心理準備，做定最壞打算。殺傷力細啲嘅影響會係加稅。例如啦，同樣有赤字問題嘅英國，最近已經減咗好多免稅額㗎啦，而個人免稅額會喺未來幾年凍結，變相啊即係加稅咯，仲要削減開支，公共福利可能排隊睇醫生啊都要等至少1頭半個月，等得嚟啊都可能好返啦，全部人啊都受影響㗎。殺傷力強啲嘅影響係國債債務違約啦。阿根廷咧已經處於長期赤字狀態，慘不忍睹啊！當政府庫房穿窿，就要碌卡問人借住先，可惜啦噃。阿根廷咧唔止還唔到面批，仲要係還唔到錢嘅慣犯啦，已經第9次主權債務違約啦，經濟問題搬到上國際台面，所有嘅市民啊攬炒一齊承受。至於啦，香港股市會表現如何呢？短期嚟講，當然咧冇人有水晶球，但係長期啲嚟講咧，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可以做㗎。有啲係主動修改到，有啲係被動㗎。譬如美金嘅走勢，最好嘅結局咧係唔升或者陰陰地慢慢跌㗎。最差結局咧係長期走弱啦。對股市嚟講，其中一個理解係赤字令政府要發債借錢啦，而債券比股票風險更細㗎嘛。當無風險利率上升嘅話，投資者係永遠都係傾向買債券市場㗎。啲錢去咗債市而唔係股市噃。同樣佢唔一定係香港債市，可能去咗美國債市都得㗎。香港嘅股市咧就更加變得疲弱啦。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㗎，政府可能採取一啲措施減少財政赤字㗎。即係如果政策對某啲行業不利嘅話，就會影響股市中嘅特定股票同埋產業㗎啦。而如果進一步縮減開支，佢一定要對症下藥啦。如果佢搞到嘅係幫手賺到錢行業咧，就有機會永不翻身添。講咗咁耐啦，香港咧貌似步入結構性財赤，經濟咧到底係命懸一線定係咧一場虛驚咧？我就知道市民、商人、政府咧都係唇齒相依。如果要出事嘅，根本冇人能夠逃得過。而若果香港庫房真係大火燭嘅話，越係後知後覺走出火場嘅機會咧，只係越低啫。臨尾問大家一個問題啦，你對香港未來嘅經濟仲有冇信心呢？ A， 見到恒指咁唔生性咧，冇晒信心啦。B， 冇信心，但係我對自己投資能力有信心，深信識得投資就等於識得自救。C， 冇諗過喎，諗咁多做乜啊？當下活得開心就是福，咁都係嘅。D 係其他，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區解釋嘅答案。我次次睇親大家嘅留言同答案，都覺得好得意㗎。又或者大家可以寫低想我同大家講咩題材啦。今集去到呢度，中意啲片咧，記住訂閱啲頻道 ，like 同埋 share 咧我嘅片，就會更多人咧知道咧理財投資嘅教學㗎啦。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，下次見大家，拜拜。